你现在看到这个搞破坏的小混蛋叫做可爱多。这个猫抓架是我自己做的，在今天这个视频里，我会一步一步的告诉大家如何从原材料开始做出一个好看的猫抓架。记得关注我并打开小铃铛哦。故事的开端是这样的，去年圣诞前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和老婆去宠物用品店，想着提前给我们的小猫咪买一些日常用品。在店里闲逛的时候，我看到两个挺好看的猫抓架，它们是用树干做的，所以和边上的这种普通的猫抓架就不一样。但当我一抬头看了一眼价格，我靠，对不起，打扰了，告辞。店里面还有不少其他的猫抓板都是实木做的，的确是好看，但价格的确也贵。我只能在老婆表达出想要买的意向之前提前开溜。回到家之后，我看了一眼车库里的工具，然后就突然有这么一个想法在我脑海里蹦了出来，我为什么不尝试自己做一个猫抓架呢？是啊，亲爱的猫爹，你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个呢？于是我打开了本地的信息分类软件 Gumtree， 简单的搜了一下，就发现有很多免费的木材信息。The next day， 第二天天气依然相当不错，我开车来到位于我家南边50多公里外的 Frankston， 把木头取了回来，顺便还看了一眼阔别许久的海岸线。一大堆木头当中，我捡了6根树干，还有1根树杈。我的初步想法就是用这些木料来做一个3层的猫抓架。木材拿回家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先用清水和刷子把整个木头给清洗一遍，冲洗掉表面的青苔和一些已经烂掉的地方。洗完之后将它们晾干。在我捡木头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木头的表面有不少蚂蚁，所以我估计内部应该也有一些其他的虫子。我用普通的杀虫剂将表面喷了一遍，然后用一张温防的塑料薄膜将它们盖住，做成了一个小型的温房，在太阳中暴晒1天。墨尔本这几天超过35度，非常的热，在高温和杀虫剂的双重作用下，绝大部分的虫子很快就能被杀死。这些木材来自一棵已经死去多时的树，表皮在日晒雨淋下已经变得十分松散，而且很多地方已经腐烂了。在使用之前，我需要先彻底的铲除所有的表皮。有电动工具的话，自然可以事半功倍，效率比手动铲起来高太多了。树干的分叉处已经变得和木屑一样松散，像这些必须要全部都清理干净。如果你不清理掉，之后上了油漆，油漆也没办法粘住，而且这种已经松掉的地方，被人一碰到或者猫的爪子一抓，它就可能全都掉下来了。在铲除表皮的时候，就可以拿锯子切除之后用不到的一些树干的分叉部分。处理完毕之后，使用比较粗的砂纸进行打磨，将残余的表皮全部打磨干净。电动工具打磨不到的地方，手持砂纸手动打磨。那这就是初步打磨完成之后的样子。木材表面此时应该比较光滑，不刮手，没有掉落物，并且颜色也比较均匀。防虫我用的是硼砂，硼砂也是一种普通的家用清洁剂，所以在超市或者 Bunnings 之类的地方就有的卖。我会在这个量杯里按照比例添加水，搅匀了之后倒在小喷壶，最后用小喷壶喷洒在木材表面。我家前院正好有一个闲置的温房，我就准备在这里为木材上药。
这里我其实翻了个车，在一开始调药水的时候，硼砂我加的太多，水我用的又是凉水，导致硼砂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溶解在水中，直接把小喷壶给堵了。所以最后我是拿了另外一块洗碗用的海绵布，将硼砂溶液直接倒在海绵上，然后涂抹在木材表面。药水涂完后放在室外阴干。当然趁着晾干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顺便做一些其他的工作，比如说设计整个猫抓架。我用的画图软件是 SketchUp 的免费版。SketchUp 是一个非常简单并且非常好上手的软件。我原来也不会画图，更不会设计，但是边摸索边使用，一个晚上就能画出让我比较满意的设计了。软件上可以标注出整个猫抓架各个部位边长的尺寸，方便你进行观察。我还在猫抓架边上画了3块长方形的木板，将猫抓架的各个部位分拆，一一画在边上的木板上，这样就可以确保我木板不会多买，也不会少买，板材不会有浪费。因为在我的设计中，底边是一块90×60的板，和拔那次出售的板它的尺寸是一样的，所以就没有必要做切割，我只需要切出2个圆角就可以了。这边的话，我是用了一个空的罐头来作为一个模具，画出2个圆角，然后再用数据进行切割。切割完之后，用砂纸打磨一下。其他需要切割的板材，先根据画图软件中的数据，在板材上进行测量，并用铅笔画上需要切割的线条。直线会比较好切，直接用圆锯一切到底。当然有一些转角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配合数据进行一些修边。在板材切割下来之后，用铅笔写上它的尺寸，还有它将来要装的位置，免得之后切下来板子太多了，搞混掉了。需要切成圆形的地方，就先用圆规来画圆。如果你和我一样没有圆规也没关系，可以用硬纸板或者之前切下来的一些小的木块来做一个简易的圆规。切割的时候就先用葱鸡钻在上面打一个洞，然后再用数据来进行切割。但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使用数据，所以说切出来的东西跟狗啃了一样。提前画好图并且量好尺寸，最大的优势就是在组装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简单。当然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要在木头上上螺丝，一定要先用葱鸡钻打一个孔，然后再去上螺丝，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螺丝把木材给撑裂掉。我原来一直吐槽 Kmart 的家居公差特别的大，装的时候非常痛苦，但是开始装我自己做的东西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他妈的公差。对不起 Kmart， 我错了。小房子我在底部装了5个转角五金件，用来之后固定。同时在小房子的内部一些直角边还有屋顶上，我也装了一些转角件。相对来说，这个小房子还是非常稳定的。上漆之前还有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要对房子本身，特别是你刚刚切割过的部位做一个打磨。我把之前切下来的一条长条的一个废料包在了砂纸当中，自己做了这么一个简易的砂棒。这边砂纸我用的是60目的，把所有的一些不平整的地方给磨掉。接着换上120目的砂纸，然后最后的话，我们就要用240目的砂纸做一个打磨。在树干上漆之前，我还要对树干做一个最后的准备，因为这些木头表面还残留了一些之前使用的硼砂的结晶晶体，所以说我这边用一个蒸汽喷壶将它们先给打湿，然后再用抹布把它擦干。等它干了之后，我就直接用120目还有240目的砂纸轮番打磨一遍。涂层方面，我选择的是 Wipe on Poly。当然，在使用任何油漆产品之前，都必须要先仔细的看一下说明书。
White Pine Poly 这种材料的话，其实就是直接涂抹在木头表面，在干了之后，木头的表面就附着着一层聚乙烯的材料，说白了就是塑料，它能起到防虫、防蛀还有防水的效果。我使用的这种涂料的话，2次涂层之间至少要间隔6个小时。6 hours later， 这是涂层第一次彻底干之后的样子，颜色你可以看到比刚才涂完之后淡了不少。而每次刚涂完的时候，表面其实像这样油光发亮的。OK， 那现在第3层涂层已经彻底干了。因为我选择的这种是哑光的漆，所以木头最后不会变得特别的亮，但是还是会有一定的光泽，并且你可以看到木头的纹路还是非常的清晰的。在所有的油漆全都干之后，我在车库中试着先把猫抓架安装了一遍，在底板上用铅笔大约的画出悬挂的小房间，还有第2层木板的一个投影。因为我要确保这边的2根支柱它既可以撑住第2层的平台，同时它又不会干扰到悬挂的小屋还有2边的亚克力球。找到差不多位置之后，用铅笔进行一个描边，然后把支柱拿掉，直接在圆圈内用冲击钻打孔。打完孔之后，将支柱摆回合适的位置，然后从底部刚才打过的孔中间向上再次打孔，一直打到支柱的内部。接着就可以上螺丝了。底部的话，每一根支柱我都用了5到7根10级乘以50毫米的螺丝。起到支撑的柱子上部一定要保持齐平。在切平的时候，我选择的方式是将底板竖起来，然后用一些木条来架在支柱下方，确保底板能够垂直于地面，并且平行于墙面。我人的话就直接手持圆锯，以平行于墙面的位置来做一个向下的切割。比较粗的一些支柱，可能圆锯没办法一下子切穿，所以最后还需要配合手工的锯条来做一个切割。当然，像这边的柱子其实没有必要切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平。有这么一些误差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砂纸来做一个处理。切平的时候，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之前的一个废料做一个简易的底座，然后将这个底座怼在墙上。木头从胯下穿到身前，然后在身前进行切割。不过因为这个姿势吧，它实在过于不雅了，所以我就不拍了。这种简易的底座还能够有其他作用，比如说当你做的差不多之后，然后有一些装饰品，你想先摆上去看一下效果，你就可以用这种底座来找一个位置。在我的设计中，第2层平台需要切一个半圆，第3层平台需要切一个空心圆。我用与平台交接的树干上切下来的木片作为一个样板，在平台上画出我所想要的圆或者半圆。比一下应该说非常的完美了。支柱的顶部因为相对来说受力会比较少，所以我就只用了1根10级的螺丝，再用了3根8级乘以30毫米的螺丝。螺丝装完之后，再用220目的砂纸稍微打磨一下。有几个平台和支柱的接触面用的是侧面支撑，每个这种接触面我都用了2到3根大号的5金转角件。相对摆在顶上的那个房间，下面这个挂着的小房子会比较难安装，所以我是先把小屋子比一个大约的位置，然后用铅笔画下来。找一根刚才切下来的废弃的3夹板，在上面打上5金件。小房子用的也是这种3夹板，这样一来它们的厚度就是一样的，可以非常方便的帮你找到完美的打孔位置。接
接下来依葫芦画瓢，依次画出并装上4个5金转角键。我们先将小屋子挂上去比划一下，完美。除了传统的周边的垫片之外，我还在所有的孔的周围都贴上了额外的垫片，这样的话它可以做一个支撑，避免支柱因为承重将整个底板给压弯。因为我在车库里已经装过一次了，所以搬到房间里之后，只要沿着之前留下来的孔再次安装即可。有一些地方的话，我原来就知道会拆掉，所以没有打孔，这种时候也只要另外打个孔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安装的时候最好使用这种扭力可以调节的电动螺丝刀，扭的时候切勿用太大的扭力。如果你用的电动螺丝刀没有办法去调节扭力，或者说你是手工拧的话，拧到最后切记不要硬怼。我知道很多人在上螺丝的时候都喜欢拧紧了之后再继续用力的转几圈，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做法。特别是在木材上，拧得过紧之后，螺丝和木板之间的咬合不仅不会变得更牢，反而木头中的牙纹可能会被破坏掉，那你的螺丝就会变得非常的松。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螺丝的表面滑丝了，那你将来想要拆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痛苦。在我原来的设计里，顶部的这根 Y 字形的竖爪我会用一根双头螺丝和下方的支柱直接固定在一个孔内，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比较美观。但是因为这边可选的双头螺丝实在品种过于有限，最后就失败了，所以我还是用了几根普通的螺丝把它给固定了起来。正好木头上有一些有瑕疵的地方，我就可以选择把麻绳包在这些地方。像我在第2层平台挖的这个洞，其实要比这根柱子的直径大不少，所以说这个洞里边我正好可以把麻绳头给埋进去。首先涂上做手工用的热熔胶，然后将绳子的一头按进缝里，等它干。之后再打上一颗螺丝进行加固。在包裹的时候其实不用涂满热熔胶，键麻的上部和下部可以适当的多涂一些，中间部位的话其实每隔1-2圈涂一次就行了。如果你想要把螺丝隐藏掉的话，可以把键麻的头折成一个 L 型，在打完胶上好螺丝之后，捆键麻的时候把头覆盖在下面，一圈一圈捆过去。猫树上要用的垫子我也不准备去外面买，猫妈自己亲手做了2个垫子。经过2周的等待后，我定制的亚克力半球终于到了。用3到4颗螺丝将它固定在合适的位置。我选择用麻绳将亚克力半球的边还有螺丝给遮盖起来。麻绳的头正好可以藏在半球的顶部，平时也看不到，不影响美观。在连续10天，每天5个小时以上的艰苦奋斗之后，我终于把这个猫树给完全做好了。接下来就是等我们的小猫咪到家之后，看看它是更加喜欢这个充满爱的味道，我自己做的猫抓架，还是喜欢另外一个充满铜臭味，猫妈从淘宝买了海运过来的猫抓架。2,000 years later. 看来他还是挺喜欢的。最后我们也来算一下这一个猫树一共花了多少钱。
先说好，很多细枝末节的，比如说油费、水费之类的，我就不算进去了。所有的开销可以分为猫树主体还有装修两个部分。主体主要是树干、复合板、多层板、耗材和油漆。价格方面，树干是捡来的，所以价格就是0。2块做平台的复合板一共花了我49。2块做小房子的多层板一共花了我65。耗材就是螺丝、转角件、麻绳、棉花、布之类的，大概是65澳元左右。Y Pound Poly 一桶是40，至此主体上我一共花了220元左右。装饰部分，2个亚克力半球联运费一共85澳元，这是我整个猫树上花费最大的地方。宜家的假花我记得是5澳元。铺在第2层的宜家小号羊毛垫20澳元。装在顶层小屋子的氛围灯20澳元。所以可以看到，其实总价我花了大概350澳元左右，比最早店里看的那个成品还要贵50澳元。但其中绝大多数开销都花在了装饰品上，包括2个小房子，其实都不是必需品。如果只是想做一个最简单的猫架，那其实这里面需要的东西只有复合板，然后材料，再加上油漆，而且也不需要买我这么多，加起来的总成本可能只需要50澳元，绝对不会超过100澳元。这里是 Milky 是只猫，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关注我并打开小铃铛哦，救救小透明 UP 主吧。接下来我也会经常更新我家猫的生活状况，等下个月的时候还会有一只新的小猫咪来到我家，同时我也会经常更新一些猫的玩具还有家具的 DIY 视频，比如说下一步我应该会给他们做一个摩天轮，所以一定要记得关注哦。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次再见。